好，歡迎收睇《唐奇叫我 K 出軌德國傾開我哋緊嘅香港人。咁今集咧，我哋就會去威尼斯嘅外島，分別咧就會去玻璃島啦，同埋彩虹島嘅。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嘅話咧，咁就請埋落去啦。咁我即刻開始。咁我哋而家咧就會出發去梅斯特嘅中央車站，因為嗰邊咧就會比較多巴士去到威尼斯嘅水城。中途我哋亦都去咗藥房買紫雲丸。因為我哋琴日中途搭船嘅時候咧，發現佢哋嗰啲船咧係超級之燉，而且因為太多旅客嘅關係咧，佢每個船上去嘅時候咧都好似返工繁忙時間逼地鐵咁樣，再加上船艙內嘅空氣咧唔係特別流通，所以有一次食完嘢即刻搭船咧，我係有呢個嘔吐嘅情況出現。喺梅斯特中央車站大約搭15分鐘嘅巴士就會嚟到威尼斯城。喺出發去玻璃島之前，我哋揾咗一間餐廳去食咗午餐先。今次我哋就去咗一間都係食意大利菜嘅餐廳，而且呢一間呢就係比較少人，原因呢就係佢嘅價錢就比較貴，每個人呢都係要收3歐嘅附加費。可以見到台面上係有一啲麵包啦，同埋小食嘅，咁就係包喺附加費入邊。即使你冇食到呢，佢亦都係會收你錢嘅，所以入餐廳之前呢，就最好問清楚有冇附加費。喺前菜方面就嗌咗佢哋嘅招牌生蠔，再配上檸檬汁同埋橙汁，一咬落去呢，就即刻感受到海洋嘅味道。主菜方面第一道菜就係墨魚汁意粉，而第二道菜就係龍蝦闊條麵，就咁望都覺得好好食啊！龍蝦鉗佢亦都有提供額外嘅工具去俾我哋開呢個龍蝦殼，闊條麵非常之油韌，而且亦都吸收晒成個龍蝦汁，而且龍蝦肉質亦都非常之細嫩，一啖麵再加一啖嘅龍蝦肉，簡直就係雙重嘅享受啊！至於墨魚汁意粉，雖然麵條彈牙，醬汁亦都係酸甜開胃，但係配菜呢就蔬果比較多，冇咩肉，而且價錢只係比龍蝦條麵平3歐，我自己呢就認為唔太抵食啦。食完嘢之後呢，就出發搭船去玻璃島啦。大家亦都可以見到啦，就係每架船呢都有超級多嘅旅客，而且佢哋亦都係攞住好多嘅行李箱。每上一次船呢，都好似沙甸魚咁樣逼入去。如果帶埋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嚟玩嘅話呢，就要小心啦。至於交通方面呢，玻璃島就喺彩虹島同埋威尼斯本島嘅中間，每個島嘅停留時間大概係1至2個小時，所以半日呢就已經可以玩得晒。我哋嘅路線呢，就係喺San Giorgio呢個站度搭4.2號嘅船去到玻璃島，航行時間就會係半個鐘，而且搭船中途嘅景色呢亦都非常之靚，即刻俾大家睇下啦。半個鐘之後，我哋就嚟到玻璃島啦。呢度可以話係威尼斯其中一個必嚟嘅外島之一。出名之處就係在於河嘅河道兩岸有好多唔同嘅玻璃製品商店，亦都有唔同嘅玻璃製品工廠，大家都可以即場買一啲人手製嘅玻璃製品返去做手信。哇！咁快我哋就嚟到一間專門做玻璃製品嘅工廠，佢呢亦都有分2部分，分別呢就係展示一啲唔同嘅玻璃製品，而另外一部分呢就係整玻璃嘅工廠。可以見到每一個嘅玻璃製品呢都係人手整出嚟，有自己嘅特色同埋係獨一無二，例如係燈飾擺設同埋掛飾等等，都有唔同嘅創意。呢度亦都有唔同嘅玻璃工廠導覽服務，可以俾你睇到成個玻璃係點樣整嘅，亦都係要額外去付費啦。不過可惜冇得俾你親手去試整唔同嘅玻璃製品。行到有啲攰呢，我哋就嚟到一間餐廳去食一個下午茶先。下午茶呢，就嗌咗佢哋嘅三文治，因為我哋見到好多人都嗌呢一個三文治，而且賣相亦都非常之吸引。佢哋嘅麵包皮可以見到係紅到非常之脆啦，而且亦都有唔同嘅醬汁提供，夾住火腿、生菜、番茄、蛋等等，飽得嚟又好食。
食完嘢之後就嚟到佢哋嘅玻璃博物館啦。博物館亦都係要付入場費，大概一個人呢就係10歐元。裏面亦都展示咗好多唔同時代嘅玻璃飾品同埋藝術品，同埋亦都有唔同嘅玻璃藝術裝置。我自己個人呢亦都認為值得一睇。行咗大概1至2個小時之後呢，都差唔多睇晒成個嘅島啦。我哋而家就會出發去到彩虹島，由玻璃島去到彩虹島大約需要50分鐘嘅水上巴士。我哋搭嘅呢就係12號嘅水上巴士。我想講佢哋啲水上巴士呢，坐入邊呢就會好焗啦，但係如果你坐船尾嘅話呢，個搖晃程度就會比較大。即使我食咗暈浪丸呢，都係有少少嘅暈。哇！咁快就嚟到佢哋嘅彩虹島啦。咁中途呢就開始有少少落雨。彩虹島出名嘅地方就當然係佢哋嘅彩色屋，而且佢呢度亦都係盛產蕾絲製品，所以亦都有一個稱號就係叫做蕾絲島啦。據說係為咗令到漁夫揾到翻屋企嘅道路呢，所以先至將屋嘅外層油成七彩繽紛嘅顏色。居民亦都好有心，會喺屋嘅外層種唔同嘅植物配搭翻屋本身嘅顏色，每一個位呢都可以做一個打卡點啊！呢間屋暫時係我睇過最中意嘅顏色，佢嘅外層呢就係薰衣草紙。最特別嘅呢就係呢一間嘅鋪頭啦，佢亦都會有一個婆婆坐喺門口度即場去示範究竟係點樣織噶啦，而且隔籬呢亦都有一個職員去同你講解，樓上亦都有唔同嘅展示區域同埋職員同你講解，而且入邊嘅佈置亦都好特別啦，佢哋會用唔同嘅畫框框起唔同嘅蕾絲作品，有興趣呢亦都可以買翻屋企。哇！咁快呢就要搭船返去啦，咁我哋呢亦都嚟到一間賣海鮮炸物嘅店鋪，我哋就嗌咗一個炸物嘅拼盤啦，可以一邊等船一邊食。佢個拼盤就有啲洋葱啦，有蝦啦，有魚等等。佢個碟亦都係可以搣出嚟食，可能係因為食咗嘢嘅關係呢，我覺得係有啲太多嘅。一開始係好好食嘅，但係食得多就會發現好滯同埋好乾啊。我自己覺得買一串食應該就差唔多。回程亦都係喺同一個碼頭搭翻12號嘅水上巴士，就會翻到去主城聖馬可站。翻嚟主城之後呢，我哋即刻去到聖馬可區揾餐廳食嘢。今次揾嘅餐廳呢，就係一個比較平價嘅餐廳，可以喺咩你見到價錢都係比較親民。我哋坐喺街邊度食，亦都有一個意大利度假嘅感覺。咁我哋亦都係嗌翻呢個墨魚汁意粉同埋一個海鮮 risotto， 係又係墨魚汁意粉。我真係好中意食墨魚汁意粉。呢一個嘅墨魚汁呢，係有落到少少嘅檸檬汁，因為佢有啲酸酸地嘅味道，都幾開胃。墨魚粒嘅份量亦都好多啦，比起第一間中午食嘅餐廳呢，我認為份量同埋味道都係更出色，味道亦都係唔錯，認為呢一間呢都係值得食。跟住呢，就嚟到海鮮 risotto 啦，可以見到有唔同嘅海鮮，包括係蝦啦、青口啦、蠔、番茄等等嘅配菜。我自己覺得呢個係好有驚喜嘅。首先你見到佢嘅飯粒呢係超級飽滿，好大粒，而且佢亦都係吸收晒成個海鮮汁嘅味道。食完飯終於可以返去啦。又係第二個災難，就係呢個等船災難。啱啱其實我哋已經走咗一架船啦，因為太多人所以上唔到。啱啱仲有人插隊，跟住佢哋就喺度鬧交，吹咗半個鐘嘅風呢，終於逼到上一架船啦。俾大家睇下佢哋嘅夜晚嘅夜景先。今集嘅唐皮日記呢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你想知道嚟緊會去邊度嘅話呢，就記得訂閱我嘅頻道。如果未睇上一集嘅話呢，就可以撳右上角嘅連結去睇。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嘅話，亦都可以 like、comment同埋 share。咁我哋就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第二日就係趕火車去米蘭啦。咁我哋下一集呢就米蘭見啦，再見。